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林亮君，吴哥好，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黄云洲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另外立法委员岳仁之，那在路上马上赶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好，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大罢免已经到了最后收尾这个阶段了吧？因为对于应该是只罢蓝委的这个部分，那像罢团的其中一个领衔人曹金城先，他直指大概有30个蓝营的立法委员会进入到第3阶的投票，这是他的说法。OK， 那当然这里面进入到3阶以后，3阶投票到底会有多少出现罢免的状况？那对蓝营来讲的话，现在对于要罢免绿委的这一部分，看起来过程当中确实还有一些的波折，而这些的波折呢，当然过程当中你会看到，这今天包括赖宜任啊、李孝亮啊，然后在地检署去侦讯，而这侦讯还没去以前，就感受上，那已经形塑出来一副可悲可气的那个状况。就如果要是进去的话，就看书吧，类似像这些。可是，在政坛里头，包括在立法院里头，那针对这些事情，像譬如翁小玲委员，那当然那时候包括98之2，大家不是在讨论说，那是不是蓝委那他们所通过的一些的法令？可是，在今天，尤其针对罢免这块，翁小玲委员也有相关的一些说法，让你先听一下，来。如果说有任何的不法的行为，也应该要在整个罢免案通过之后，再来好好的追究。第一个，我的答复啊，第一个，这是40年前无罪判决的一个成年老案，今麦给我提出来的供。第二个，当年这个案子没有抄评册啊，没有死亡联署，也没有倒刻印章，我的案子不足以掩饰。我觉得您非常的幸运，因为你们当时有一个可以依法行政的好监。李金勇主委，您不要恼羞成怒。我现在跟你探讨的就是是不是依法行政的问题，有没有依照比例原则？我只是不讲，这40年前的怎么可以这样做？所以李金勇主委，你不能自己一套标。梁仁俊，这。现在看起来，当然你看到中选会主委李建也一定有火气啦。那因为徐真是讲到他以前大概30-40年前在当法官的时候，然后书记官有的一个案子，他说40年前那无罪判决一个成年老案，但重点是在他后面的词用很重，不足以掩饰你们组织性的系统犯罪。是。中选会主委直接讲，你们就是组织性的系统犯罪。那当然，翁小玲委员讲那个也让大家也很压抑，他直接讲说，对，干嘛？就等罢免都完了以后，你们大家再追究，就是要等事过境迁以后再追究就对了。我先讲，我觉得李进勇的那几个字多说了，因为到底是不是组织系统性，我想我们在前面讨论过嘛，那个有比较严谨的一个认定范围。那既然目前是移送检调，因为中选会的说法是，你各地选委会如果发现有什么的话啊，就是疑似伪造啊或死亡联署的话，它就是主动移送。那有没有达成到组织？我必须讲，我个人认为李金勇这个话多说了没有必要啊。但回到今天的这个事件来讲啊，今天大家在讨论翁小玲的金句啊，翁小玲这个也是有点跌破我对这个专家学者的看法啦，因为他一辈子钻研在这个法律里面嘛，我也不敢讲说这个，大概我们在座最有资格谈论的大概是主持人啊。他的之前呢一直在强调，就是说通过选罢法98之2，就是说要把这个联署啊、加严啊或干嘛的他说，你看他的字句当时就是要防止过往的假联署、大抄特抄联署造假的罢免团体，不要以为说联署伪造联署人会没有事，请大家不要以身试法，挑战法律的界限。这是当时在修法的时候他们所提出的论述OK 啊，那个时候反正你的论述，我觉得大家也不会特别强调不对啦只是那个时候对于修法，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要为蓝委解套不过因为他后来去参加这个罢吴团体的这个活动的时候他突然讲了一句，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访问带里面他是讲到说，就他个人的看法呢，他觉得应该这个所谓的有什么非法的事件啊。就应该要等到这个整个的罢免案完成之后，那再来去追究。我老实讲我听到这个时候，我第一时间其实有点愣住，因为我想说哪一个这么厉害，讲出这种好棒的逻辑就一看说翁小玲我整个释怀了，你知道吗？因为他是翁小玲嘛可是我就讲这件事情合理吗？合理吗？我举个例子现在那个罢免吴思瑶的那个团体他们是不是还在继续跟人家联署，还在继续走联署？
但是我们都讲说，你是不是应该先解决那个领衔人的那个问题？因为你没有领衔人嘛，你现在没有领衔人，被捕领衔人也不知道在哪里，然后也不知道谁要接。今天更夸张了，李孝亮要这个北检要约谈的时候，李孝亮还讲说，我写好委托书了哦，希望呢接下来有人愿意当这个被委托人。我的天哪，你们下面都不知哦。好，问题是他不去解决领衔人的这一块，因为没有领衔人，接下来可能二阶送出去是没办法送件的哦。结果呢，他们同步跟你讲说，来，你继续来跟我这个送联署书。好，你问他为什么不解决，他跟你讲一件事，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联署？因为我联署有60天的期限呢，我这个期限要是我先解决了这个，搞不好解决完的时候不够时间联署，我怎么办？所以我要2条线并进。我就用这个来回答翁小玲的说法。我现在在罢免的这个阶段里面，它就是一个不断的往前进的部分。如果我在第一阶段的那个部分就被裁定不合法，甚至它不 OK 的时候，请问你告诉我第2阶段的意义在哪里？它没办法往下走哦。按照翁小玲的说法是，你今天就算违法有非法都没关系嘛，我们就等到罢免结束之后再来处理。请问那罢免的结果算不算数？如果翁小玲的论述是 OK 的哦，我用另外一个例子来举例，因为选举跟罢免都是宪法赋予人民在从事政治活动上面的权利。请问，如果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不法的事件，是不是按照翁小玲的逻辑，不要管它，没关系，我们等投票完再来。投票完了之后，我们再来办。我们通常不要讲说你那个时候在办啊，我们经常这个选举过程当中，因为司法侦办没这么快嘛我们都还有什么提起选举无效之诉啦，当选无效什么的。结果你在这个阶段居然公然告诉大家讲说，那个非法对不对？后来他稍微改口，他说有疑似涉及不法涉及不法，因为他不敢讲的太那个吧，就是不法的不要管他。他现在讲说这个有涉及不法，我还是一样的逻辑因为他一直不断的在进行当中。你们前面现在出现的这些纷扰，不是只有什么联署跟联署的那个资料里面是否有错误这个还包含到领衔人的这一块。那我就问翁小玲嘛，那你领衔人那一区你什么人都没有，你说我继续联署，那你告诉我要送给谁？你告诉我这件事情它到最后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你是浪费了那一些愿意去用自己投票行为，或者是愿意去联署这些。不管你要罢蓝或罢绿，他今天忠实的表现他的政治上面的行为，赋予他的权利嘛。结果你今天拿来跟人家开玩笑讲说不要管他，不要管他所以我就讲就说现在看起来这些论述在平常可能大家不会觉得怎样，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觉得就是你就是为了要怕蓝委被罢免或干嘛，可是实质进入到司法审判的这个对不起，我不能用审判在司法调查的这个阶段里面，公然去告诉大家讲说这个不要管他。那我就讲如果今天国民党执政，对不起，我直接点名，因为翁小玲是国民党的人嘛如果以后国民党执政以后在搞选举的时候有任何不法的，他是不是也跟你讲没关系？因为我们翁委员说不要管他，不要管他，我们就继续玩我们的选举。你觉得合理吗？你觉得这是台湾要的民主吗？回来讲李孝亮跟赖以任赖以任在这个阶段里面他还是名义上叫做召集人。但是呢，在所有的活动里面，召集人就是个 nothing，他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他不需要有这个召集人负起什么样的责任。他现在被约谈，大概的状况其实就会大概是跟联署书的内容会有关系，而不是因为他去参加罢免活动。我觉得这件事情要把它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都带锅倒菜兜，你知道吗？全部都把它混在一起讲，好像说我为了这个推动罢免你知道我看他们这2天的说法，有一种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那种状态。哇，我连北所的环境我都探查过，我还去看过人家的菜单，知道今天要吃什么，明天吃什么，我甚至都想好我要在里面写书，我要看易经，我要干嘛。哇，大家讲的跟真的一样。我就讲在司法调查的阶段有这么的痛苦，需要到你先想好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吗？当你把这个态度展现出来，就让大家觉得很怪。为什么？重点不是谁入地狱。重点是这一些有疑义的联署书到底是如何出现，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就好了嘛。李孝亮2次在媒体前面，因为他都去上网络直播嘛2次在网络节目里面说什么我不知道，那个跟我无关我就是去了之后找我当领衔人，完了之后就资料在那里，那我就问李孝亮嘛，那个资料是谁跟你讲可以拿的？还是你走在路边看到有一箱资料，我觉得那可以扛来我就把它扛过来了。就它不会凭空出现在你送出去的那一叠名册里面嘛？你一直在讲说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只想问，就是说那谁交给你这个资料？我不相信检方不会问他啦。你把这一块交代清楚。第一个在补件之前，
因为他其实是你今天担任这个愿意担任领衔人完了之后，第一阶段的隔2天就送出去了嘛。可是后面还有一个补件，补件的这一块李孝亮你知不知道？你后面所送出去的补件所送的联署书你知不知道？你把这些东西讲清楚，有严重到就是出来告诉大家讲说，好，我已经做好这个牺牲的准备，我就是要抓去关。我觉得也不要太这样子去操弄这个司法啦。你知道吗？还有一个荒谬的是，他们居然把剧本都写好，好，就是2个压，2个不压，1个压，1个放，几率各是大概多少？20，然后呢，70、90加起来180。就是2个压，2个不压，1个压，1个放，几率各是大概多少？20，然后呢，70、90加起来180。哇，2个压的几率是20啊，2个都放的几率70啊，1个压1个放，行硕一个人就是好放的那个人会不会被行作成廖北亚或者什么？这个几率是90。哦。就我不太知道他的数学是怎么算了 ，OK 啦，也 OK 啦，反正他们讲什么我们都相信嘛啊。他说他不知道，我也相信嘛啊，因为他都说他不知道，他要负责任嘛啊。但我就讲啊，他当然讲这些的时候，主持人刚刚讲到那个关键嘛，放出来的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哦，老实讲哦，对我们来讲哦，放出来叫做什么？就是你讲的实话嘛。检察官也认为说，你在这事件里面其实没有什么涉嫌的东西，或者我已经都厘清了啊，我也不觉得你有后续的状态，所以我让你出来嘛啊，出来有2种嘛。第一种是什么？无保请为嘛，另外一种呢就是交保候传嘛。但是他们直接在这里面的结论把它变成是，只要有出来的都叫做被刑诉成为廖北亚。你们就是这样哦，你们就是因为讲了什么我也讲实话，如果你是因为把谁说出来，然后你被无保请为如果我现在讲这个用他的逻辑嘛什么叫做廖北亚？将军跟我说好说，我跟你讲怎样，结果我发现不对，有犯法，我进去之后我把将军抖出来，可能对某些人来讲，这就叫廖北亚啊。可是对真实的情况来讲，你是把实情说出来啊。对李孝亮的妈妈来讲，她一定希望是知道这个整个的实情是怎么样嘛。结果现在先刑诉说不对，我跟你讲出来就廖北亚，我那前面几个出来的是怎样？都是廖北亚。前面那几个出来的是怎样？好像每一个在司法面前，要么就是不讲话不能把真相说出来，一说出来就叫做廖北亚。我觉得这帽子也扣得太大了吧？那我就很好奇，你当时在检察官庭讯的时候，你到底跟检察官说了些什么，换得你也可以交保出来？因为这是你们的逻辑嘛。OK， 这种逻辑套在大家的身上我老实讲，很多人听完就噗嗤一笑，就像翁小玲的那个说法，有非法的都先不要管，等到那个罢免完再说，哪有这种逻辑啊？翁小玲委员的那一段，其实就一定要问公民老师，因为你教公民的嘛。那请问一下公民老师，那翁小玲委员那一段，以公民老师的角度会怎么看？我只能说，违法就是违法，我很难理解，就是说翁小玲说，他是违法可是我们等这个罢免完结束以后，我们再来办他，这个逻辑，你知道？我在想，可能以他自己德国法学博士，大概也自己知道讲那个东西。鬼才信，所以今天记者去追问翁小玲的时候，他从头到尾都闭嘴，而且还请他的助理去挡记者。显然他也知道他讲那句话，其实社会舆论挞伐，而且尤其他自己，我刚刚讲他自己还是法学博士。我们第一次听到有人说犯罪可以之后再办的，就是说先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再办，这逻辑真的是，所以我说这个不用公民老师，任何人只要有智商的都知道，翁小玲讲这种话就真的是为政党洗白，但是洗得有点过分。那一中，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是怎么会形塑出来那种，就是谁如果要是被谁如果要是无保请回，或谁如果出来交保，你就是廖北亚，是怎么会要去形塑出像这样一些的氛围？威胁，威胁，他怕进去的人把事情都抖出来以后，因为我讲实在话，现在那些都是小咖啦，就是真正大尾的，其实一定就是最上面的人才拥有这些名册，然后他只是交办，那下面的那些人其实就是很像你知道那在纳粹的时代嘛。我们知道那时候纳粹在军审的时候，很多那些纳粹军官说：“我只是奉命行事。”有一个很有名的纳粹军官，他最后就是那个最终方案，他是那个负责那个铁路运输的嘛。他也是在跟法庭上他说：“我就是奉命，我是
纳粹的军官，我必须奉上面的指示去做，所以对我来讲，我应该是尽忠职守啊。所以问题是上面呢、可是法庭不这么认为，法庭后来当然说你们也有责任。同理嘛，今天那些下面那些人，他只是负责去执行，怎么样把联署书找到。那上面的是其实，所以重点在上面。所以当你会传出来说，如果你们再用讲，就变成是廖北亚的话，他其实在威胁。他其实就透过媒体去威胁，说你细化买，你现在敢在里面跟检察官讲10万，你试试看看，将来出来以后你走得桥，我们还会再办你，对吧？所以那种就是很像黑道大哥在威胁小弟公，你基本上就是点点去，点点去啊，你只要坦诚都是你自己干的，进去蹲了几年，出来大哥会照顾你。但相反的，你敢在里面抖出大哥背后是谁支持你开枪的，你试着看看。哇靠！你打击都多掉，所以这种氛围其实就是已经行作，根本就是黑道的行为啊。那第一个，你刚才没有要把国民党比成纳粹嘛？哈，我只是比你说，但是那个行为跟那个太阳，跟当初纳粹指使底下的军官去做这些事情有类似。那如果照刚才任俊讲的，那因为在媒体上面讲说20%、70%、90%，那这下麻烦，因为赖以任跟李少亮2个人都讯后请回，就那70%，对，那是廖北亚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去讯问完出来的人会被赋予这么重的一些压力，就我出来以后，我是不是会变成是廖北亚或者什么像这样的一些情形？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大家要形塑出刚才任局长另外一个烙上勋章的感觉，政治犯的勋章。你们就是要这样对我。如果昨天有看节目，有人讲，因为他们不是第一次进北检啊，第2次，他们上一次就进去，李少亮是40万还几十万交保，我印象中好像40万。这是在侦查程序，你们上次进去过，案子还要继续往下办，所以北检就会请你们要往下办，就一定会要侦讯。那为什么今天侦讯就形塑出？我进去，可能就出不来了，然后就差没讲亲爱的妈妈，然后或什么什么这些，那为什么会担心到今天进去会出不来？我不知道啊，因为你们有交保，检察官，这个交保是检察官让你交保的，然后我为什么这次再调你来，我要把你收押？我不知道啊，他理论上是一个正常侦办程序啊，因为他的目的不同啊。这2个人其实目的背后都剑指2026的议员选举啊，所以为什么现在选议员一定要先被压过？当然他变劣势啊！你让军有没有被压过？不，你没有，肖哥，他变成是劣势。这2个其实，在国民党的论资排辈里面，他们根本不算是个咖，他们也不是什么正2代的背景。当然，你说刘赖以人家里很有钱，但他们家也不是什么正2代，所以他们想要在国民党里面出头。你现在第一个，你已经有了 spotlight 曝光度了；第二个是说，对他们来讲，如果可以要行说出他就是因此而怎么卑劣的壮烈的牺牲，然后可以关在你，对，那他马上，我跟你讲，关一关出来，他的前途一片光明，所以他必须要去行说这种观念啊。那所以用这种的方式，然后用悲情的气氛，然后再加上。党在后面讲说，如果有人出来是变廖北亚的话，这种氛围两加就是其实就是就是2个啦，萝卜跟棒子你要吃哪一个？你乖乖的在里面被压，好，你吃了甜头，乖乖的，将来出来就是劣势。那如果相反的，你在里面坦诚，什么都出来，最后被吴保请回，本来是交保改吴保请回的话，你就是廖北亚，你就是全民公敌，你就是国民党的败类。大概就是他把这个2分法分得很清楚，那这个路线大概就是这个路线。OK， 好，不要再下林亮君了，好不好？没有说选议员要先这个样子。那我刚刚前面一开始为观众朋友介绍，那岳元之委员在路上赶到我们的现场，来欢迎元之。大家好。元之刚刚有没有听到在讨论？因为赖以任跟李少亮2个人是讯后以后请回嘛。那我不知道国民党现在里面真的是这种肃杀的气氛是这么重吗？觉得只要被约谈就会被收押，就可能会是这样。你们现在的氛围真的是这样？因为我看好像是习清现在是站在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嘛，他是讲说确实有一些党工。不太想干了，就再这样下去太稳。你们现在真的是心情压力这么大吗？有，我有讲一个，昨天我们新北有一个就是退休党工的一个例行性的聚会我也有去那本来负责召集这个聚会帮忙联络的那个人，现在就在里面了。所以大家吃饭其实就吃的那种气氛就很奇怪然后有一些党工连吃饭都不敢来就是曾经有被约谈的，就是这段时间被约谈，连来都不来
大家吃饭其实就吃的那种气氛就很奇怪。然后有一些党工连吃饭都不敢来啊，就是曾经有被约谈的，就是这段时间被约谈，连来都不来啊，所以气氛真的不是很好了。那有一些人当然就不想干了嘛，因为对有些资深的党工来讲，有些是回聘的，然后甚至于说他可能现在薪水也不是太高，那何必要为了这东西，搞不好还要被抓进去关？所以整个气氛会影响到罢绿嘛，跟反罢都会有影响。所以我相信，虽然我不是台北市，因为戴基金台北市，我相信台北市应该也有类似的氛围。那至于说为什么会这样的话，当然是看到很多都是，原本五保出来了，又被压进去了。比如说像基隆那个张元祥，对啊，他本来是黄旅是五保，那张元祥是交保，啊，黄旅是五保，后来也被压。那张元祥是交保，后来也被压，所以很多这样来来去去。那我想说，他们就不知道说司法接下来要干嘛嘛，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担心，我觉得也是正常。我是说，赖以任他们会有这样的担心，也是很。他们是还是他们刚才来宾讲那个心态，尤其一中讲，他们没有就是因为要在国民党要出头，要用这种劣势的心。我打个岔，赖原本这个罢免吴思瑶的这个地动山摇的团队，他们从4月17号以后就停止发文就没有再发文哦。但是反观赖以任个人的这个脸书，毛起来发，而且你看哦，肖哥。这个像是在罢免吗？主角罢免应该是吴思瑶才是主角吧？对啊。你看那个有没有像偶像明星？好帅哦！我要罢免，每天都有活动，大家来找我。所以他已经是把他自己形成一个英雄，然后一个烈士的心态，然后就是，所以他们根本无心要罢免吴思瑶，他目的其实就是在帮自己累积那个能量，然后选2026的乙王。来，也不一定啊，因为我觉得罢吴思瑶跟罢吴非也还是蛮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是。进入2阶，国民党我预估是30席以上。曹先生也是讲30席。我觉得对啊，我是预估30席以上。那如果说现在看起来最有机会进入2阶的民进党的立委，就是吴沛忆跟吴思瑶。坦白说，就是他们2个。如果吴思瑶也没有，吴沛忆也没有，那就是30比0。第一阶段那个时候19比0。我们党就已经被人家笑到什么样子了。如果第2阶段是30比0，我很难想象这个状况。OK。所以我觉得他们是真心是想要去做这个动作，就是罢免这个动作，但是又担心司法嘛，被约谈都一定会怕的啦。这个跟他照片美不美啊，或者他有没有活动，我觉得是2回事。而且现在司法行做出来的氛围就真的是这样。你看那个黄旅高院说要裁定他的理由是说，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和其他的共犯有利害关系。政治立场，我问过很多律师，都从来没有在那种法律文件里面看到有政治立场。他的政治立场是怎么样？到底跟他有没有跟勾串有什么关联性？这个都可以被写到那个法院的判决那个裁定的里面。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收押黄旅，还有一个理由是因为现在的通讯软体很发达，而且很私密。现在谁不用LINE啊？你不要用LINE，你还要用别的，这也可以成为一个理由。那我看的那个高院的所有的理由里面，我看不到一个说真的很明确说他到底有什么问题，看不出来啊。还要讲一个说什么他有制作一些文件给人家，那这又怎么样？这又怎么样？这就代表说他一定有伪造文书或泄露个资吗？所以那个解释的空间真的是好像就检察官跟法院自己去解释，然后再加上。搜索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搜索什么党部，都让我们觉得这个有一点扩大范围的。像比如说像那个，因为我们有一个立委同事，他也是检察官有一次他就秀一个吴宗宪，对不对？他就秀一个那个搜索票出来，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搜索票，其实搜索哪一个地方，然后你可以搜索哪一个文件范围，其实都写的是很固定的。结果这一次就检调搜索我们党部的时候，可以说，什么2楼有一个志工，那我们上去看一看。然后或者是谁看，他也某一个人可能也不是搜索的范围，或者是可以约谈的对象，就直接说手机可不可以拿来看一下？就是他的那个范围确实是超出过去一般的那个刑事程序啊。然后再加上大家印象很深刻吧，宜兰他们去查宜兰的时候，可以把那个陈俊宇的公文要去领2阶联署书的那个公文都带走了。理论上来讲，你只要带走什么东西，都要被执行人签字。结果他可以就把它带走了。然后一开始人家说，这个不见了，检调还不承认，后来说不小心带走，然后发明那个名词叫什么并同带回。吴宗宪说他没有听过这个词。他说检方你就算好，假设。你不是带错好了，你不是故意的，你是不小心，那你也承认说不小心嘛？你干嘛要发明一个法律名词叫做并同带回？所以这整个那个司法的一连串怪异的行为，当然会让我们
感到很害怕。那如果这样的话，将军，那你从这几个青年军吧，这青年军包括李孝亮或什么，我昨天在讲，尤其是李孝亮妈妈发的那个声明书，这个礼拜又要过母亲节。对，所以妈妈一定担心嘛。我相信今天李孝亮妈妈一定很开心，对，因为孩子无包请回嘛，她一定很开心，这是最好的母亲节礼物。但是重点是前面那一段怎么会搞得这么风萧萧易水寒的这种感觉？还是因为您在国民党待过，每次都要问你，在国民党里面真的如果要去选，真的要用这样的方式才出头吗？不会，我在国民党不但待过，还当过地方党部的主委。好，所以因为我很清楚国民党的作为。国民党以前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党？国民党党工很多是不领薪水的，是绝少数义工书记长，还有一组组长中央发薪水，其他的绝大多数不领薪水。我在党部，我们2层楼嘛，在中立2层楼，1楼的绝大多数是没有领薪水。那他来干什么？他就说我相信国民党，国民党会执政，国民党可以带来安定。这当时是我在当主委的时候，这些党工的一个信念。所以他来工作，他不是为了要钱，他是为了我的信念是这样。那就更不会是为了要有位置，或者是在政坛。这些党工不要位置。那他来这边干就是一个信念嘛，几乎没有钱所以有的时候中午请他们吃饭，我说他都便当我请，就这样，因为觉得太感动了。可是现在的国民党为什么这些党工不敢出来？如果今天这些党工是为了正义，他觉得国民党是一个有未来、可能会重返执政的政党，让社会变得比现在好很多。我告诉你，没有人会怕，没有人会怕，一定站出来。我们以前在党部，我到街头去呛郑文灿，难道我不怕被抓吗？抓就抓，抓就抓，为了对的说为什么会怕？现在的国民党为什么会退缩？他知道你做的事情是错的，他知道是错的，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是对的，我去做被抓，我拼。我们那时候800庄是我们上街头，不是一票被抓吗？我们有怕过吗？没有啊，因为我认为那是对的。可是现在不一样，伪造文书就不对嘛，抄名册、死亡联署、亡联就不对嘛。那你叫我把不对的说成对的，我交代不过去，干脆我不去。那么我说李孝亮的母亲为什么对国民党中央这么不满？因为当一个妈妈，你叫我的孩子出去当领衔人 ，OK， 请给我儿子足够的资源跟子弹。请问国民党给了他什么？以一个赖以人来讲，赖以人要寄这个什么鲑鱼回游，还要跟4叉猫募款。国民党情何以堪呐？赖以任还要跟4叉，虽然4叉猫说我愿意出2000份，最后你国民党党部不会说没关系，我出，不要拿他的钱，我出，没有说话就让赖以任这个什么鲑鱼回游去跟4叉猫互相嘴嘴到现在，赵少康跳出来说，大家这个地动山摇，我们要更换领衔人。这个鲑鱼回游，我告诉你，简而言之，这是在做什么？罢免张克敬，就这么简单。这在罢免张克敬简而言之，这是在做什么？罢免张克敬，就这么简单。这在罢免张克敬希望第一阶段出来提案的这些人赶快到这个我们联络站来联署，来罢免这个吴沛忆吗？不，罢免张克敬。吴思瑶了对，罢免吴思瑶吗？不对，我们来罢免张克敬，这不是罢免吴思瑶的单位吗？没有，要罢免吴思瑶之前，先罢免张克敬。各位，这会有士气吗？那么国民党这些大人做了什么事？我跳出来领衔嘛。你有没有看到国民党一个有分量的人直接站到第一线？好了，李孝亮不要你，我来。我来。今天如果像赵少康、像朱立伦、像郝龙斌这种大咖，直接跳出来说：“各位换领衔人，大家出来投票。”我告诉你，4000份，马上就凑齐了啦。将军他现在面临到的问题是，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是要从头来过了。那有什么关系？就是连影印那个身份证啦，或者什么。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现在有几条路嘛，一个是重启如照，对。就是因为如果要换这些大咖，我们在节目前800年前就讲过，国民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初不一开始就是大咖，既然这么重要，就是每个地方大咖出来，那就不会是今天的局面嘛。但没办法，因为现在已经走到他们现在几条路，第一个就重启如照，那这些大咖来当领衔人，包括从第一阶段的提议人开始，
然后包括这时候要用新法，所以是身份证、附身份证、附身份证。第二条路就是你刚刚那个归于回游，第一阶段就先把对，因为张克进说他不玩了嘛，那就换一个备位的，然后用这样的方式，那就要记这个。对，他们现在某种程度还是在走现在，所以你说干脆这些不要。就不管是赵康谁几个大的全部都出来，重新开始。对，这样子党员会看得起你。这样党员看得起你，因为为什么？现在各位好像绿营的有15个被罢免吧？有15个被罢免，挂在上面。对，挂在上面要被，又是第一阶段，好像第一阶段15个。各位，你记得领衔人是谁？我只记得李孝良跟赖以任。我们赖以任不是领衔人他是这个召集人，召集人，内心很着急的人。对，所以我讲大家只记得这2个人嘛。那你光是看罢免蓝营的35个罢团，我讲我记得多了，但是都是外号，什么茉莉啊、阿巴兹啊，茉莉不是啦，茉莉是发言人嘛，对，史书华啦，史书华嘛，你们的好朋友，你看曹新成嘛，然后出来还有帮忙这个帮忙站台什么八炯啊，什么闽南郎阿美，太多了。那国民党要罢免民进党的，我只记得赖以任，跟李孝亮，我其他记不起来嘞，其他的能躲则躲，能闪则闪，真的怕了吗？我告诉你，我国民党37年，国民党没有怕过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他怎么会怕呢？面对这样就怕了。我告诉你，遇到这种事也不要什么归于回游了，不要了，重启炉灶，我赵少康领军，身份证就身份证，你以为我搞不出来我就搞出来，这党员才会佩服你嘛。这些李孝良妈妈才说这才叫做100年大党，有 gas 有担当。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是老的不扛，小的没方向。你说李孝亮知道该怎么办？他上了广播节目不止一次的表示彷徨无助冷不止一次要怎么办？我不知道，看有没有人愿意出来顶我。如果被收押了，找一个出来顶我。各位，这是100年大党吗？你们这些大人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你们选总统抢第一啊，选市长抢第一啊，拼立委抢第一，联署为什么不出来？站出来啊，说没有关系，张克进的事情 ，Let it go。李孝亮让他过去，不要为难他妈妈，我来，从开始用新法，我也做到，你会赢得尊敬。元之，将军讲的国民党是不是应该走这个？没有，我们现在是3路并行啊。因为如果说他现在3路是第一个就是去找张克进嘛，对，现在还在找。第二就是他有一个归于回流计划。对，4000个人里面只要过半，如果愿意换领衔人的话就换。第3是同时联署嘛，因为为什么要同时联署？因为假设前2个计划里面有一个达成的，譬如说张克进找到了，他愿意授权大家去送件的话，就没事了嘛。或者是说真的有做到2000多个人同意换领衔人，就没事啦。所以这个当然是，所以没有考虑过将军讲那个重启炉灶，由大咖担任领衔人这些。重启炉灶我觉得应该是会等到。就是真的，刚刚讲那3件事情都没有达成，然后再重启炉灶。那现在对我们来说成本最低，然后时间最快的，当然是找到张克进啊，这个一定是这样，这个没有冲突啦。明年这个没有冲突啦。明年所有的事情明年要地方选举对，怎么样？不是，我觉得他最快的途径就找到那个被捕领衔人嘛。现在是连那个都没有，这第一个啦。第二个，我记得到现在为止，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刚刚提到说我找2000多个人能够回邮，按照他们说法是说他手上有4000多份当时送出去的影本然后为什么你只找这个2000个人？他说因为他看完之后觉得他先挑出一些觉得比较可能回邮的，我就问一句，你手上一叠联署书上面是怎么看得出来他会回邮的？你用什么方式去判断说我这4000多份，我拿一半的人出来这是经过我个人赖以任评定，这些是比较可能回邮的，这些是比较不可能回邮的。我不懂啊，就你在这个阶段里面，这个叫做做白工啊，因为你60天的联署期还在跑啊。对所有人来讲，你今天要搞这个活动，你国民党也都下令要支援，你连律师都愿意帮人家请了。出一点邮资很难吗？通常最理性的做法是我这4000多份，我哪管这都，反正我都是联署来的嘛，我就全寄出去嘛。你怎么去赌那个2000多份？说我这个挑过了这一批了，我真的很好奇，你是关落印还是怎样？你知道说这些人就是会回邮的啊，这批人就被你认定叫做不回邮。我想今天那这4000多份的人一定会很好奇呀。
啊，为什么你认定我不会回游啊？我也真的想罢免啊，你怎么会在这个阶段用这种二分法？除非，啊，这一叠我唔再带来啊，就抄的啊，我再到我来夹去，赶快提出来讲，我无联署啊，你们提出去啊，这一些啊，对，没有问题，这些不会出来开记者会，不会出来讲，不然你再怎么想都会觉得。按照刚刚讲法，原知都说啊，为什么这时候要再拼联署继续收？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嘛？你在这一段说啊，你2000多份，如果只回来1000份呢？如果只回来500份呢？你后面再去追加，不好意思哦，这两份我看错你了，我以为你不会回邮，就没想到这些人弄我以为他会回来的，就不回来，谁在搞事啊？不过这整件事情，如果刚刚袁姐也特别提到，为什么国民党的党工啦这些，然后包括现在心理的压力，你看到赖以任、李孝亮在昨天新闻媒体上行做出来的，感觉上今天都要是被压啦与否，像这样一些。可是你如果再看，包括黄旅后来为什么从五保到押，张云祥为什么从就是交保，然后后来呢被押，这里头包括因为一定都要有裁定书出来，然后张云祥这一部分就用地检署，然后当然就讲说违反交保规定，那他涉犯伪造文书这些，所以去声押。那检方不排除扩大侦办，还要约谈极具重要地位的共犯，厘清涉案程度。极具重要地位，好，为什么呢？检方发现张云祥在交保以后，跟没有曝光，对张有实质影响力的共犯及其他被告碰面。张不仅隐匿共犯的犯罪情节，还删除跟同案多名共犯与被告的 LINE、微信这些通讯软体对话。检方掌握张违反交保规定，以张涉犯伪造文书等罪，有勾串共犯等新证据，向基隆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那谢伟仁，另外谢伟仁15万交保。张云祥跟谢伟仁在媒体上面讲，那当然对基隆市长像谢伟仁来讲都是非常重要，一个是民政处长，然后这些觉得都非常重要。可是问题是，就是这所谓的有实质影响力的共犯到底会是谁？可是问题是，就是这所谓的有实质影响力的共犯到底会是谁 ？OK？ 那黄旅这个地方后来裁定，因为律师去抗告以后驳回，所以黄旅确定，这个母亲人黄旅一定不会是在家里过了 ，OK？ 那因为就是羁押确定，高院裁定是说黄旅锦如跟其他的共犯间关于政治立场跟犯行部分均有利害关系。他事后又曾指示他人制作某文件传给共犯，有勾串共犯、灭证这些事实。高院认为，现今通讯软体有便捷、迅速、私密等特性，黄旅锦如不无透过通讯软体与其他共犯就本案分工等情节进行联系，以串证的可能性，因此有羁押必要。这个是在法院的文书里面所出现的。但亮君有没有听到袁志刚特别讲的？他们的党工所有的心理的压力，包括媒体上讲，连吴宗宪都要到他们中央党部去演讲，让所有的人有心理建设。他们告诉大家的感觉就是，正因为民进党在进行政治追杀，用司法检调，造成今天所有这些结果。我必须讲，还是国民党违法在先啦，哈，所以不要一直扯什么用司法迫害什么，这全部都是来自于为什么要去做死亡联署，为什么要去做这个错假联署，这才是最大的问题。那我有看到说这个国民党当然也针对这个高院里面的这些理由就驳回这个黄旅锦如的抗告，然后呢，国民党就有批评但是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高院的这个原文裁定书那看到他讲说呢，这第一段被告与本案其余共犯间关于政治立场及本案犯行部分均有利害关系。刚刚叶元之有讲到说，怎么会用政治立场来做单独的理由，然后就来把这个黄旅锦如来去做羁押？那我必须要讲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句子要看完全部就是不要只把政治立场抓出来。你看到后面他是被告，也就是说黄旅锦如跟其余共犯之间的政治立场跟本案犯行有利害关系，重点在于利害关系。所以其实这个在司法实务当中并不是罕见的，因为你只要是涉及组织犯罪或是集体行动的案件的时候，法官当然会去审酌说被告跟共犯之间是否有
共通的立场共通的目的嘛。那所以当然你在政治立场上面是一样的，你同样都是要罢免绿委的话，那你当然就会去思考说，这恐怕会有串证的可能性嘛。那再来，我们又看到说，后面法官又讲说，事后又曾指使他人制作某文件传送与共犯，有事实足认有勾串共犯灭证之余，这个已经是具体的事实行为了。这不是单纯只是说我在前面，当然我这个法官会认定说，这其实他们有共同的这个组织犯罪的可能性，也有利害关系，这是其中一个理由。但是接下来就是这个名被告，也就是说黄吕锦如，他已经有具体的事实行为了。那既然有具体的事实行为，当然接下来就会进到刑事诉讼法里面有勾串啊、灭证啊，然后加上他如果出来之后他有自由行动的这个可能性的话，他可不可能逃亡？那所以在这些要件底下，那么法院还最后做出了这个驳回黄吕锦如抗告的裁定嘛。所以我想现在这些国民党都拿着这些，不管是法院的裁定书也好，或者是检察官的这些要申请羁押的理由也好，来去做政治上面攻防，我觉得现在都已经沦为是情感上的诉求跟政治操作的工具，就是把所谓的司法行动作为国民党拿来做政治操纵的这个手段。但是你如果从单纯我们刚刚讲的就法律事实的部分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并不是只有这并不是特别针对国民党，而是真的你去看其他组织犯罪的时候，都还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那刚刚一直在讲到说，那现在国民党到底面临什么样子的困境跟问题？我只能说，就是在前面的违法行为来去抄名册，然后呢，再加上说，我认为当然青年军很冲嘛，要慷慨赴义，青年军冲过头的状况底下，背后大家，我认为国民党现在内部也弥漫着一个气息啊，就是说认为朱立伦主席，在整个反罢行动上面看起来一直都是处于弱势，然后政策都非常不明，然后再加上卢秀燕针对这个罢免行动的部分，好像也保持一个很模糊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现出一个 I'm fine 危机。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大家如果有看一个迷因图，就是坐在那个一个规间灰小处的房子里面的一只狗狗，它喝着咖啡，然后就写说 I'm fine， 但是你规间一间灰小处啊，可是你的大人完全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就是说你没有明确的策略跟立场，然后现在只有讲说好，那现在大家就讲说好，唯一想到的还是回到说要去反独裁啊、护民主，可是问题是说，你回到整个问题的本身，如果一开始就真的是有抄名册，就真的有去做这些行为的话，然后你又讲说要去捍卫民主，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行为。就是说你在做这些违法事情的时候，你就在践踏公民的罢免权，你就在践踏了民主制度，然后你又在讲去说要护民主，然后又说要用反罢要去罢免立委，然后来去做这个反罢行动，这彼此之间其实你会很难说服国民党自己的支持者。那这也是为什么你说接下来看起来好像有一些资深国民党党工不想玩了，不想参加了，又或者是说国民党现在他们要去催这些这个不同意罢免票的这些自己的支持者要出来动员、出来投票的这个意志，其实我觉得这现在是面临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困境，所以我才说规定都已经灰球处啊，但是国民党的主事者还在含糊不清，因为我觉得吴江新刚刚讲的很好，就是说今天你把这些青年军推到最前面，不管你是让他出来当领衔人也好，或者是让他出来担任召集人也好，都知道重点是这些青年军因为国民党的关系，现在受到司法的调查。如果你国民党就真的有担当，真的我就是要罢绿委，我真的这个行动我就是要推到底的话，你真的就大人出来扛啊！为什么直到现在仍然还是让这些国民党的青年朋友站在第一线？那站在第一线背后看起来是没有大人在后面。你所谓大人出来扛的意思是说，朱立伦就直接出来讲说，所有这一切的事情都不要为难我们所有的党工。所有的事情冲着我来，都不要为难党工。虽然司法侦办不会因为你讲那句话，他就真的不办那些，可是好歹在宣誓效应上面，就是我来扛，不要为难人。我觉得现在国民党就是国民党跟国民党的支持者面临一个困境是，我不知道国民党你现在要干嘛，你现在要怎么做？然后面对这些司法调查啊，大家这样子沸沸扬扬传来传去，然后这么多的证据慢慢被摊出来之后，国民党的支持者自己也会开始怀疑国民党。所以现在国民党要做的是，如果真的要团结自己的支持者的话，大人就要出来扛，一声令下，宣誓性的，我们国民党就是要这样子继续往下走。
出来担，那才有可能去扭转现在的状况。但是如果国民党按照现在的局势，现在的朱立伦主席或者是这些国民党的大头们，他们如果持续是保持这样子模糊的空间跟心态的话，不要说资深党工啦，我认为最后或许这些青年军他满腔热血，最后他会觉得说，如果大人也会想要跟他们切割的话，或许说不定连青年朋友都不想继续玩。可是敏凤，你觉得国民党朱立伦主席会像刚才那样，就是直接出来讲说，那就我来，大家不需要，也不需要压我的党部的主意，也不需要青年军，就更不要讲了，不要去这些孩子让他们有什么样一些案底，就都在我身上，大家要来算计就来算计我，不管你要用什么样一些词。可是目前，你觉得国民党会这样做，还是其实国民党到现在可能都还没找出我们的方向到底应该确定要怎么走？可是目前，你觉得国民党会这样做，还是其实国民党到现在可能都还没找出我们的方向到底应该确定要怎么走，会不会是最大问题？可是你可以知道，因为现在有很多讯息嘛，譬如，这是国民党主发会主委徐宇珍说的，如果没有充分证据，因为这几天一直在传说是不是会去冲中央党部，会不会去搜这些？徐宇珍说没有充分的证据来搜中央党部，就是司法政治迫害。都会召开国际记者会。今天朱立伦的你是说要请吴宗宪到到什么到中央党部去跟党工教学，教司法来敲门的时候要怎么做？对啊，那好，听说他叫主张自己的权利站到底就对了，哈。那我们就是一个司法官出身的立法委员，就教大家是这样做的。你觉得好笑不好笑？你做检察官的时候，你会叫你要侦查犯人，就是说你就死不认罪，好，那我就放了你，你就这样就对了。你就这样文字很吵，对，你就很吵，然后这个什么东西的，我就怎么样？我觉得你是疯了吗？这个东西就是明明就是说，今天国民党就全部弥漫在一种很奇怪的气氛之下。司法办这个案有没有比例原则可以讨论？可是你有没有做这件错事？当然是有嘛，你就是有抄死人联署，有伪造文书啊，所以大家才会办你嘛。那你现在就全党就笼罩说我们都没有做错事，都是司法在迫害我们。你这合理吗？那我警告国民党，如果你这个调子一直走下去，走到3阶投票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全党就完蛋了。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大家现在有时候会在讨论说，对啊，是不是要压人或怎样？对，可是就是比例原则上面确实有很多人在讨论。对，没有错。但是你要看检察官压的都是资深的党工哦，像这些年轻人都放的，所以他还是有一些尺度在衡量的。就是说，他压你们的人都是他有能力。就是取得这个党员名册，或是有权利在党里面下令要抄名册的人呢？那对这些年轻人来讲，他也把你叫来问没有错，可是他事后这2个人都放了嘛，70分，有70分。那我觉得就像李孝亮，我们当然也是我过去都是很同情他，可是他今天做出来这种法律的论述，就让我觉得非常的。你说20、70、90，对，20、70、90这种论述，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这简直就是说，你可以判断，你就是预判的司法会怎么样的判断，那你就是完全用政治来看司法办理这件事情嘛？我觉得，那你这样就是错了。我跟你讲，司法。当然有很多要检讨的地方，就是上一个任期的总统司法改革没有完成，但是司法的确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但是你把这件事情拿来当政治案件来看，我觉得是大错特错。第一个，它不是美丽岛事件，也不是戒严时期的事件，是你明明就是没有摆摊子，然后去抄这个死亡的名册的事情。李孝亮妈妈讲的一清二楚的东西，然后连张克进要跑掉不让他跑，然后就骂他说是怎样，这种种的东西就是让人家觉得说你就是犯法在先了。然后你作为一个检察官的立法委员，在上课的时候你就说叫大家说不要怕，蚊子叮一下就好了。没有叮，是蚊子很吵，只有蚊子很吵，对，然后蚊子还没叮你，那蚊子叮一下就是你去买那个地油精，或是美苏大姆，或是那个什么虎标油什么抹一抹就好。更古早是用
口水涂一涂就可以了。好，那你要去，那你先要。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吴宗宪你要准备一些绿油精来吧，或是准备一些那个面速达姆来啊，然后给大家发一发嘛，先准备一下啊。然后你更错愕，然后问题是你更错愕就是你那个徐宇珍这种做法，我开大门，我光明磊落，我就在前面架一个直播。然后等检察官冲进来我家门的时候，我就直播乡民给乡民看我们是怎样被司法迫害的。我真的觉得你笑死人了！你为什么你党中央的领导人物，或是各党部的这个主委，或是拥有明册权力的下令的人，你为什么不出来道歉？你整个国民党就是先做了抄名册的事情，才会有1900多人死亡在联署嘛。这件事情大家都看到了，这件事情是有错在先，可是你又硬要用那个司法迫害，然后把它压过去。我觉得社会要不要接受这种事情？社会能不能接受你这种论调？如果社会可以接受这种论调，你今天罢免不会过30个。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同意你是用司法迫害，就是执政党用司法迫害了你们，然后呢，我觉得社会就会同情你们。我觉得后续，包括现在不要讲说过去先过去了，或是有后期不会加速，连那种台中市这种杨琼英这种选区都会过的。如果大家是同情你们这个所谓的司法迫害的论调的话，我觉得你们不会过30个啦。说实在说，你们到底去调查一下，就是说，到底社会上面同意你们司法迫害这种论调的，到底有多少成的比例？中间选民认不认同？也许觉得说，好了，你不要可是大清早去6点半去问的也是基隆的人啊，也是罢绿营的人啊，是绿营的人被问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司法绿营的人就不会强调说司法也是没有什么这是没有分，也是有在迫害什么绿营的人或是怎么样嘛。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们用这种论调走到3阶的时候投票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会大输特输。如果整个调子不调整的话，或整个这个策略不调整的话，我觉得你中央党部开大门等乡民来等那个。不是乡民啊，等检察官来冲，然后呢，在乡民在直播，你觉得会发生这种事情吗？尤其是你预告了之后，你觉得检察官是某一种生肖最后面的那一种吗？是哪一种？是那一种吗？会大拉去那个吗？而且党部的名册会只有组织部有吗？各县市党部他去收过各县市党部的这个。之后，他还干嘛去你主发会啊？你主发会的名册还不是放在各县市党部都有吗？他有必要去跟你冲这个吗？所以我觉得你好吧，我觉得你就去许愿好了，许愿检察官去冲你的中央党部，那我们就输了，你们就赢了。不过，元之，你们现在整体的战略好了，你觉得你们中央有没有一个战略针对好？第一个就是。如果照你估，大概都有30席以上。你有讲，今天媒体讲曹英成估也是30席嘛。如果面对这么多蓝委要进入3阶，整个国民党的战略是什么？第二个，你刚刚还是提到就以霸制霸，就是对于那个吴思瑶、吴沛忆啊这些委员之外，所以如果我们国民党还是要这样走的话，就这一方面的战略又是什么？或是有来宾最近一直有来宾提到，要不要朱立伦就直接出来？第一个，只要死亡联署。确实有错，好，那这些，但是以前也许因循苟且的做法，这是不对的。可是不需要剪掉搞成这个样，有任何事我朱立伦扛，这样可不可以把所有这件事情等于让他画一个切割，过去了，一切我来扛。国民党有没有可能再去重启炉灶做任何事？有考虑过这些步骤吗？因为那个是朱立伦要考虑，你们可以建议啊，因为这跟你们的打仗有关系。我觉得朱立伦会这样做就不叫不是啦，因为朱立伦会给你一张贴纸，上面写今天到底有没有抄？这个是检方正在调查嘛。那当然抄是不好嘛。像那个台北市现在是那个戴其清他在当主委啊，他就摆明啊，他就说党员名册不是拿来抄的。你如果要找人家联署的话，你要找人家来签嘛。是。
所以本来当然这一定就是然后这事还要讲吗？然后接下来党主席不懂吗？没有，那你不能讲说党主席有下令抄嘛？这个事情检方正在调查。我没有说他下令说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他要不要出来道歉？但是现在就是主持人论就是这样子现在正在调查嘛。那我觉得党中央当然他们会去评估，但我讲接下来，因为戴琪卿的讲法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还是持续去连。第二个就是会办那种大型的造势，518号，518要办大型造势。对，有好像我看的是2场，就是针对中正、万华还有北投区，就是吴沛憶跟伍思瑶那2区办造势，可能请党员出来，可能现场连呐。那会加强就是联署的力道啦，还是会持续做下去。那刚刚有人建议就是说，那是不是朱立伦就出来就说什么一切我来扛啊？不是啊，因为这个又不是交换人质，说你把那些都放了。压我一个就好，不是嘛？那个司法侦办有他的程序嘛。朱立伦假设啦，这个不是交换人质，是负责任的表现。对，如果说办到他，那当然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去闪嘛。可是现在不是说办到他能够闪啊？但是不是？但是你刚才讲说还没有，现在又没有证明说跟他有关，然后他跳出来说，哎。你把人都放了吧，一切重点是有没有这回事？有没有人下面有人抄？有，那我负政治责任。朱立伦很好笑，他那天426他就可以说自首，去中正一自首，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妨碍集会游行法的小事情嘛。他这个伪造文书是大事，他就 Q 掉标嘛。那你不能双标嘛？我先讲的是一个责任，这个都是假设问题。你这样直接就已经在影射说他有嘛，所以我们这样。反正我觉得这个他是他的高度，对不对？一定有他的做法啦。那至于说我们现在讲司法，我觉得跟那个伪造文书，我们现在在攻击这个司法跟有没有伪造文书，真是2件事情啦。因为司法我们讲到是刑事程序，还有比例原则的问题嘛。现在是这样子嘛。那有没有违反刑事程序？那为什么你在办别的案子的时候都有符合刑事程序，但是就是在办国民党的时候，扩大办理？然后法院开的搜索票没有规定的地方可以跑去搜，然后或者是说那个不应该扣的把它扣了。你要拿证据出来，你一直在讲啊。有啊，搜索票是在哪里呢？有啊，像台北市那个就是啊。那你就把搜索票跟那个什么地方拿出来嘛。然后他们今天去搜索台中把我们党员名册，把赞助者名单，全部都扣走。我不知道说要调查那个伪造文书跟赞助者名单有什么关系。其实做这些动作。其实都会形成一种寒蝉效应。比如说有人可能他是长期支持国民党的，就一看哇，那个一些内幕都被那个拿走，那会不会怕？还有我们党员名册，现在党员会不会怕？就是说而且检调那边有我的资料，多少都会这个都会有一种寒蝉效应。所以你的意思说，国民党现在整体的策略是没有改变，就是反霸这一部分，那当然也许30几个委员，然后该怎么办，还是会进行以霸制霸。就是这些步骤是基本上没有任何改变，因为其实有一些包括国民党有一些朋友也会讲说，30:0跟30:1或30:2有很大的差别吗？那有必要为了那个1跟2就一直在进行以霸制霸，还是全力去做反霸的一个动作？对国民党来讲，有没有必要做这些策略的调整？如果照你刚刚的说法，没有，就是这2路还是会必须，还是要努力啦。我觉得还是要努力啦。亮君刚刚回什么？我就是叶元之讲的就是说看起来国民党看起来，我认为如果有照叶元之讲的，看起来是没招。而且刚刚叶元之一直讲说这个戴琪卿讲怎么样，然后台北市怎么样？那你们的主席呢？就是说现在也不是说只有在罢双5而已啊，你们现在国民党对。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总共是15席，第一阶段嘛，对啊，那你各个县市也都有，那到底你们总体战略是什么？所以你说现在到底我先讲刚刚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讲说朱立伦主席叫大家下令抄名册，没有人这样讲。我们大家讲说，我们大家是讲说这是一个态度，主帅要有一个态度，没错，这是一个态度。而且国民党，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的问题就是把一场应该靠制度的战争，把它变成一个打感情牌的闹剧，就很奇怪。就是说今天罢免蓝的跟绿的，大家都可以出来罢，大家全部任何人都可以出来使用罢免权，但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你在实践这个罢免权的时候，你前面就违法了，所以大家光前面就质疑你的这些行动的动机跟正当性跟合法性，所以光这边你就无法去说服更多的民众去参与你们所谓的反罢行动。
党，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的问题就是把一场应该靠制度的战争，把它变成一个打感情牌的闹剧，就很奇怪。就是说今天罢免蓝的跟绿的，大家都可以出来罢，大家全部人任何人都可以出来使用罢免权，但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你在实践这个罢免权的时候，你前面就违法了，所以大家光前面就质疑你的这些行动的动机跟正当性跟合法性，所以光这边你就无法去说服更多的民众去参与你们所谓的反罢行动，那更不要说你接下来要去催你自己的支持者出来帮你们帮投下叶元之的不同意罢免，这就很难催出来，所以国民党在这时候如果主帅没有出来。我这样讲好了，你要跟前面的这些违法行为，你要讲说做一个断点也好，或者是做一个停损点也好，我认为这或许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你是重整现在所有的脚步，国民党才能往下走。但当然啦，这他党是我们不评论，只是说现在总体的战略看起来，国民党都非常模糊。所以你说国民党现在逼近将近30席的立委，可能会进到第2阶段，甚至要进到第3阶段的罢免投票了。我觉得大家都很心急啦，但是国民党看起来都不，这高层的不太急。那个我们其实因为小虎哥刚才也问我反罢啦，其实反罢我觉得党中央它就是营造一个氛围而已啦，主要还是要靠个别委员啦。那反罢还是以陆战为主啦，所以对我们就是个别委员，当然就是加强跟地方的互动。对，那个跟主席要不要出来说办我吧，我只是觉得没什么相干的。我补充一下国民党是100年大党，主席要给所有的党员还有地方党部的主委一种感觉，叫运筹帷幄。我都掌握中，没有问题，这个事情我搞定，听我的就会赢，这叫做主席。可是现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给他感觉怎么样？你知道？不知所措，这个手舞足蹈，不知所措。将军有了，他说台北市那5个人安全，他看了民调以后，他觉得那台北市那5个不会被罢免，然后赵少康叫他闭嘴。我也讲说台积电明天可以到2000块一股啊，这不能乱讲嘛，你要有所本嘛，你要有所本。他之前讲说侯友宜会赢，侯友宜没赢嘛，对，所以我才讲朱立伦现在你给人家的感觉是你不够稳。听你的不见得能得永生，听你的可能会下地狱，大家会害怕。那么现在你看，他光是那个口号都变了，大家记不记得426喊的尬天响是什么？它叫做反绿共战独裁。现在我昨天看到台南党部，我吓一跳，为什么？他改成反清复民对反清德复民主，对啊，跟天地会一样的变反清复民所以他连什么独裁啊、共都不敢讲，不管是绿共、白共、红共、蓝共，连共都不敢讲。直接变反清德，然后复民主。我昨天一看，我天啊，我以为是陈近南天地会在喊口号反清复民所以左脚反清，右边陈近南的庙真的在台南。对，永华宫反清复民。所以你看，国民党已经乱成这种程度了。那么我刚刚讲说，朱立伦出来，第一个一定要道歉因为你这个死亡联署一定是抄的嘛，死亡联署不会自己晚上烧个香就生出来，那一定是抄的，抄的就是不对。那这个党员名册在哪里？在党中央，在主发会，是在你朱立伦的眼皮下。他流出来了，被抄了，朱立伦一定要道歉。然后我说什么叫扛责任？就是说我到现在为止，所有年轻人，这都是我们国民党党员，教不好，我朱立伦的错，我扛，不要再为难他了。所有的这个15人的这个所谓的罢免，全部不算，我们国民党重新来过。我告诉你，不怕重新来，只怕没志气。现在国民党是被人家看成没志气，你自己不敢扛。叫这些小萝卜头在第一线里面那边呻吟挣扎，然后大人在后面3两说还好没烧到我，还好没烧到我。你这是被党员看不起所以说国民党的党主席这个时候你要拿出主席的样子，第一个道歉，第二个扛在身上，第3个全部重来，即使是最严格的副身份证我都做得到，否则国民党真的很难取得信任。OK， 那一开始就讲，如果包括元之刚刚评估说，可能国民党会有30席，你用以上的委员会进入到3阶，我觉得有一些可能是那个面积比较大的、比较不好连的之外，应该都会过。OK， 好，那包括罢传领衔人曹兴诚，现在他也是评估，他说他就有30个国民党的委员确定，他用确定会进3阶的投票。当然，你这个要等最后中选会来做公告。但敏凤，30席如果过，假设这样，那有人就讲，不管30比0比1比2，那数字是悬殊。可是对国民党来讲的话，第一要件应该就是这30个能守一个是一个，当然要一个不能少最好。可是你评估这30席国民党委员，你觉得会掉10到15啊？
我觉得如果有这么多啊，这样打下去，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你算一算好了，这次都会区全中，是。好，那台北算2席、2、3席，2到3席；桃园算2到3席，台中算2到3席，这样有没有4席？还有新北算1到2席好了。然后这个什么那个黄建斌那一席，台东对，然后那个宜兰那一席，那这样算。宜兰是民进党，不是花莲那一席，对，花莲那一席，那当然算有没有到10席？可是10席起跳嘛，因为你这样你10席起跳。立法院的结构，你先不讲那个第4阶段哦。第4阶段如果选完要进6席嘛，对不对？对。可是中间补选有一个空窗期。对啊。所以空窗期如果被罢掉10个，那立法院的生态就不一样了。被罢掉10个就会短暂的不一样，但是要补选嘛。对啊。那补选之后，你要到6席回来，你才能够改变，你才会整体改变。但是6席，我说实在，这即使到6席，就57席，其实也是脆弱的过半所以说，如果你最好补选的话，可以补到10席的话，有60席，那当然是比较稳定嘛。但是问题是现在就是你现在不要说不相信的，你相信会过30席？对，一开始没有人相信。对，那我就说，如果国民党照这样子走下去，你台北都会区重灾区2、3席，我算少了吧？昨天还有人讲到4席台北4席，台北不过5席，蓝委对啊，4席。昨天不是讲到做2望3。抢4，有，昨天来宾讲做2望3抢4，所以台北2席，然后再加这个桃园2席，我都算最少的哦。台中2席，这样就已经6席了。那你再随便再减一减，新北还减2席，8席了。然后怎么？这不可能吗？因为我说实在，这一次我真的有点惊讶了。比如说你整个都是集中在都会区，你看台中市好了，台中市最先过就是台中市的那3席，那最后过都是县区，对，以前台中县区的县区的部分，那为什么呢？就是在2阶段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就引起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争议嘛、讨论嘛，那就是假设市区的人会比较注重到底在吵什么，到底在罢免什么嘛？就像台北市为什么会五席都过，然后呢，桃园为什么后来也是全雷党嘛？对啊，6席。那原先过也都是比较热门的这个选区，后来到了那种乡下，拿台中好了，杨琼英几十县议员、省议员都当过，然后呢？他那个后里坛子，谁会去动他啊？他已经在那边动了，就是输过洪慈庸那一次而已。其实他后来又赢回来了。杨琼英又做过台中市的副市长，所以你说像这样的东西，就是到后来还是吹出来了啊，连那个严宽恒的选区，最后就是台中这2区第3选区跟第2选区就是最后交出去，大家也觉得严宽很会守得很好，因为他已经罢过陈柏惟了，然后再抢回来，就是不是虽然有案在身，但是后来还是这2区还是最后面都过了嘛。所以说，那你台北市早就过了，那桃园本来大家觉得说那个邱若华然后那个因为大家连名字都还不是那么熟悉，对，然后吕玉玲啊什么大家都很不熟，后来突然就过了，然后你现在连新竹市那2个大家也觉得说，好像很危险，林思明啊那些或是谁的，后来连许欣颖现在还在吹，现在还在吹了，然后现在连补充一下，你知道怎么吹吗？高虹安啊，我讲完你就可以补了，我都帮你补。然后高虹安也过，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像我跟康文俊一开始就说啊，罢免了可能过5、6席，我说可能会10席或左右，可是现在我连10席到15席到20席，可是现在已经30席了。林思明啊那些。或是谁的？后来连许欣颖现在还在吹，现在还在吹了。然后现在连补充一下，你知道怎么吹吗？高虹安啊，我讲完你就可以补了。我都帮你补。然后高虹安也过，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像我跟康文俊一开始就说啊，罢免了可能过5、6席，我说可能会10席或左右，可是现在我连10席到15席到20席，可是现在已经30席了，这都到超乎想象，所以我觉得是说你们这样的策略，我只是说，如果你们继续走再不改的话，10席到15席是很可能的事情。你刚刚补那个吹，对啊，我觉得徐欣盈大概凶多吉少。你看这个是今天大家一个照片。是他的区啊，他们罢团是一封信寄到社区的每一户家里面，就是这样子在念。不，现在看起来的话，刚才明凤讲了一个重点，任俊，都会区，好，我们讲几个都会区，就像台北很跌破大家眼镜，从以前到现在，我再讲天龙国什么什么蓝大于绿或所有这些，可是这次台北的过，而且每一个过的那个比例。基本上都很高，那当然你说好，媒体上面有说，包括罢蓝委的那个声量有排行榜或什么，可是当朱立伦喊说国民党台北这5席基本上是安全的，当然我想他是要安民心，是，但这个正反之间的作用力你不知道到底会怎样，要不然的话赵少康不会直接出来讲什么叫做安全的，戴习清的说法也跟朱立伦不太一样啊，那巧心冒出来那句说对罢免又怎么样？罢了以后谁说不能选台北市长、桃园市长？这些词当然有人讲那个意在弦外，是要讲给蒋万安听吗？朱立伦讲5席都安全，这个确实，我自己听到国民党的人就因为我们会问嘛，说你们主席都讲说那5席都安全啊，我大概得到最多的是这个眼神，我大概得到最多是这个吧，因为。戴习清的那个讲法才是一个比较正常人会去讲的，虽然朱立伦大家讲正常人，我补一下，到现在还没有宣布的人是徐小新哦。对啊，他的领衔人是曹兴诚啊。那我们有一个人在猜说谁是200%了，那我跟你讲，这个人安全吗？你拿民调给我看，他安全不安全？不是蓝营到现在为止事实上。多数民调啦，之前正传媒也做嘛，大家都做这个民调，大概在区域的比例上面赞成所谓的罢免跟反对罢免基本上是反对罢免的盘比较多一点，可是真正到，因为每个民调都会做，正传媒之前也做，就是说，那我赞成罢免跟反对罢免，你真正到投票那一天的时候，谁会去投票嘛？多数民调大概看起来都会是赞成罢免的人，他的投票的动能是比较强的，强很多。所以我的母数虽然小，但是我愿意大家去投。你母数大又怎样？又懒懒的，你又不愿意去投票。国民党从到今天为止，他的问题还在这一个。我每一次举的最简单的例子啦，就算赞成罢免的是4成，反对罢免的是6成，那6成里头只有4成的人想去投票，那就是24%。那4成的里面有7成的要去投票。那就是28%，就这么简单，数字就这么讲。更何况，搞不好还再极端一点，因为表态愿意去那个赞成罢免、愿意要去投票的人，表态率都非常高。所以朱立伦讲说我们这个5个都稳了。对，那你觉得是增加人家会投票，还是增加人就不去投票？那你今天要罢免的人一听到你稳了，是不是？好吧，那我就7成是吧？你刚刚讲7成，对啊，那我们变8成好了。那我们就放心了，不用去投票。放心了，稳了嘛？不，主席都讲稳了，主席在开什么玩笑啊？主席讲话我们一定要相信啊，让他不投票。那你觉得你还有个那个几成？所以我刚才讲说戴习清的那个说法，说实话，那才让人家感觉是他跟这些立委们站在，虽然他是议长啊。那蒋万安也讲说，我一定跟大家在一起啊。这里面就回到你刚刚讲徐小新的那件事嘛。徐小新何许人也啊？有人讲说他就是那时候就回应嘛，说什么被罢免完，我听到有一个解释啦，是说因为人家问说阿德罗被罢免，他是不是会去选议员？那徐小新是要回应说他们干嘛要回去选议员？我也可以选台北市长，我也可以这个桃园市长不行嘛？请问蒋万安接下来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连任，要连任嘛？是。徐小新上一次为什么被大家看见他？其实他在当议员的时候，除了一些纷扰啦他其他的你说他议员问政多么的特别，我不敢讲说没有可是大家对他真正最有印象的、最被媒体报道的时候，是他跟费鸿泰在争国民党党内初选的时候嘛。你觉得徐小新会有那种什么先来后到或者是你连任我慢慢等？你觉得他会有那种吗？当时在争取国民党党内提名的时候，徐小新那个战法，我想大家都不意外，都很不陌生啊。那你今天挑出这个，我不认为别人不会去做此联想。徐小新到今天为止，人家问他也没有说没有，我开玩笑了，我随便讲讲，不会嘛？为什么？他当然要为自己创造一个无限的可能性。
这个无限的可能性会促使着蒋万安，如果大家再回忆一下，徐小新是最早讲出来说5席立委跟蒋万安是绑在一起，是。他当时没事，为什么讲这句话？在这之前，蒋万安的态度都是很 peace 的嘛，他都是温温的嘛。突然跑出来跟你讲说，哦，我觉得要这个，我觉得要那个，然后接下来一直讲说我会跟这个立委都绑在一起。那你总要有态度，有态度了，你总要有行动力吧？蒋万安的行动力在哪里？老实讲，到现在我没有看出来。OK， 或许他默默的有去或是怎样啊？但他最强硬的就只有讲说他觉得要倒戈，后来也就不见了哦。所以你刚刚提到说，对国民党整体上面来讲，你说这个人口密集的地方，都会区啊，蓝营、天龙国是啊，台北。刚刚元之拿的那个照片啊，因为你没机会讲完，我帮你讲。新竹的，你说新竹也算是一个人口密集区嘛？新竹市。今天人家霸团愿意用寄信的方式，一个一个寄到你的信箱去。他也要读什么？他也要读说人家愿意寄回来啊，人家愿意联署啦。这不是你寄过去之后，人家就当做没事，就是他就100%也不会嘛。你再对比你们那个霸统，我再提一次，你们跟人家抽样抽出来去寄，然后等到那个虚幻的东西，请问那个的积极度差别在哪里？人口密集的地方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吹罢免票，难道人口密集的地方不方便你去吹反罢免的票吗？它同样都是人口密集嘛。朱立伦挑的是什么？朱立伦挑的叫做原住民，他是挑的叫原民立委。现在在侦办的案子当中，有没有大家质疑？接下来办的就是原民立委的那一块，那个幅员之辽阔啊，那个要上山，不到都要下海啦，对啊，上山那个整个台湾这个跑。国民党到这个阶段里面，你就会发现到当时的策略到底怎么拟定的，怎么去思考。我面对到大罢免，难怪现在大家会去出来讲啊，蒋万安的那个角色啊，蒋万安从一开始很温吞哦，对不起哦，我用的字眼比较那个，他就温吞的嘛，什么米加龙球啊，跟没关系啊嘞，熊熊变出来，这时候开始你看啊，媒体开始去讨论说，是不是又跟党主席选举会有关系？朱立伦到现在为止啦，我老实讲啊，有些人认为说他没有放弃朱立伦，党内甚至今天媒体有报道一句话啦，有报道一句话说党主席呢，不是一定要什么，没有什么非谁不可来，但是一定不能有朱立伦啊，那多难听啊！就朱立伦现在还是一个党主席啊。那你说去讨论卢秀燕，然后媒体也有去分析，就是说卢秀燕在这一段时间她的整体的状态是不是足够去担当这样的一个角色 ？OK。可是我就讲啊，你说卢秀燕没有试图要扮演一个给党内觉得她是一个希望的力量吗？蒋万安没有吗？可是问题还是回来最现实的，如果今天真的会有30个国民党的立委面临到3阶投票，哪一个人今天可以站在这30个人前面讲说，我来帮你？老实讲，现在这3个人都没有看到啊。不过，亮君自己在台北市议员，你自己看台北这5席，包括刚刚讲蒋万安要扮演的角色，包括刚刚讲你说像那个徐小新所讲出来的那些的话，罗志祥最近的动作非常大的，因为包括什么千万，然后打造战车，要让包括一些新科的立委，然后要守住所有这些人，所以蓝营现在每一个立委基本上，尤其像都会区台北这些，那一定也很讶异，怎么会长期以来说蓝营的优势区打到今天这个样子，然后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想办法守这道防线了吗？现在真的，我只能说，每一个蓝营立委现在都是赶快想办法自己保命要紧。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想办法守这道防线了吗？现在真的，我只能说，每一个蓝营立委现在都是赶快想办法自己保命要紧，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讨论很多了嘛，就是说国民党的中央党部看起来高层已经没什么战略目标嘛，那如果战略不清晰不明确的话，那当然大家赶快只能回到自己的这个选区里面来去做自保。那我要讲一个，就是说，今天呢，这个有一个民调出来啊，我们刚刚前面一直讲说，国民党现在应该他们在这个反罢策略上面非常的模糊，会造成接下来不管是罢绿委也好，甚至是连自己的立委要被罢免的时候要去投这个不同意罢免票，都会面临到很大的问题。今天有一个民调出来，就是说，在这个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在花莲，
就花莲的这边呢，它民调就讲到什么呢？蓝军投票的意愿已经不如绿营高了。在这个地方呢，有可能会是蓝天变绿地。但是我要讲的是，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数字，就是说，民进党的支持者里面有87%是支持罢免的。因为我们在看自己的粘着度有多高嘛，也就是说，你自己要去同意罢免的跟不同意罢免的，你的投票的动力有多强？民进党里面有87%的人是支持罢免的，那国民党的支持者反对罢免的只有74%，有将近10%的落差。也就是说，国民党现在并没有办法催出自己所谓的不同意罢免的支持者，所以这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说，根本没有大方向，甚至或许会有人觉得说，你们国民党现在做了这么多超联署的事，也不这个有承担然后来去承认，好好的去重新来去统整脚步，然后继续做这样反罢的行动。很多的国民党支持者可能会觉得说，现在国民党这样，我支持国民党有点丢脸，现在国民党这样子也不值得我花这个时间，还特别去投票所里面来不同意罢免，所以。可能国民党的支持者不只是说资深党工不想要参这个罢免行动，可能连带的连支持者里面这些人他连去投票的意愿都已经下降了，所以这是国民党现在所面临的危机。而且你看到说，刚刚有讲到罗智强嘛，罗智强的选区够不够蓝？超蓝了吧？在大安区法定门槛已经到156%哦，3万多份的这个联署出来。那你看到说，当然这些在深蓝区的立委，他们现在就突然想，像是王宏威就说不过就2阶过了而已嘛。那罗智强就说那现在呢，这个他要发起什么大安100天行动，然后在这个100天的宣讲啊，然后还有他要这个什么1000万联署车，然后每一个人都要每一选区每一个立委多少钱，然后大家可以一起的来去做反罢行动。也就是说，这些立法委员看起来要各自连线了嘛，因为这个中央没有一个明确的策略，所以可能各自的这些立委，他可能就各自连线，可能罗智强跟徐巧芯、王宏威这些仇恨值比较强的，他们可能就有一些就是决定热战的人，他可能就连线。那譬如说像李彦秀已经躲超好了，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那像冷战的人，他就决定低调，所以有可能。这些国民党30几席进到3阶的人，他们就开始出现自己各地的连线，然后来去各自的来自保。不过现在看起来，一中花莲一直是大家讨论重中之重的地方，甚或在这次整个罢展，好了，你讲连仇恨值的外扩，可能都会从花莲这个地方，因为才会出现什么罢免谁，就是罢免傅昆萁，类似像这样。结果这次整个花莲像一路这样下来的话，当然你说那个联署的数字已经过了非常非常多，而花莲的罢与否，这对未来有什么样一些意义？王宏威也讲了嘛，擒贼先擒王。那傅昆萁其实就是整个头嘛。这一次的整个头，包括去年我们在参加冬季春鸟的时候，那个我们绕那个立法院的时候，那个就叫讨伐傅昆萁大游行。那当时大家就是主谋就是他，但是大家认为很难，就是说，刚才小哥说。罢免叉等于罢免傅昆萁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傅昆萁很难罢，所以我们只能从其他的地方去罢。就没有想到现在傅昆萁的那个罢免的达标联署率已经是全国169%第一、第2名的嘛。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最新的民调，其实傅昆萁今天代志大条啊。这个民调是这样，我们先看上半部，再看下半部。上面的部分是说你支不支持罢免联署，那其实支持的部分是40%，不支持是40%。其实基本上其实一半。可是你要看细部，刚刚亮君有提到，就是说看里面的支持者的话，民进党的支持者当然支持罢免联署的是87% 嘛。国民党14% 支持，就是讲傅昆萁其实还是有14%的人要罢免你啊，你自己国民党来对啦。民众党你说蓝白合，民众党里面有24%是要罢免你的啦。好，那更不用讲无党籍的不分任何党派有43%，所以其实傅昆萁会倒不是只有民进党拉他，因为讲母数不够大，是国民党、民众党跟这些中间选民其实都准备要拉下你的啦。那我们来往下看，事情大条在下面，我们看最下面这个栏。同意罢免的比例其实是39%，不同意是40%，就刚才小哥讲到一半，但是投票率是不同的。同意罢免的人里面会去投票高达80%，不同意罢免的这个40里面会去投票是33%，所以我们换算下来，同意罢免的比例也可以导是31%，那不同意的会去投的是大概只有13%多，所以赢的。同意大于不同意是高达17%，所以这个民调投票的民调，如果到时候是用这个民调的话，那傅昆萁直接可以聊，就直接再见。所以民调上显示的很清楚。那除了民调上以外，结构上来讲，傅昆萁立马代志大条啊。
因为我们现在看，现在是南北花莲之争，这图在这边给大家看，因为大家看，现在北花莲其实反复的力道是很大的。我们看到，像花莲市，花莲市是本来就是都会区，本来反复的力道就大，然后加上花莲市的魏家贤也是花莲市，然后另外这一次罢免傅昆萁的大将就是议长张俊，那张俊的选区在哪里呢？其实是吉安乡，然后寿丰跟凤林，尤其吉安是大票仓，其实这里面人口最多就是花莲跟吉安。那这2个地方我们在看民调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同意罢免傅昆萁的比例是高的。那傅昆萁现在只能靠南部的花莲去保他，南花莲来讲的话，相对是比较他的地盘，所以整体来讲是一半一半。可是现在就是变成是由北往下攻，从都会区人口多的地方，然后将来我相信在3阶的时候，这些这些支持者一定会往下冲。所以傅昆萁，我之前就赌了啦，傅昆萁如果不会被罢免，我剃光头了。有差吗？对啊，那个跟差就这样。我的意思是说，他基本上是积极的。你需要剃刀了吗？那我要讲的是说，傅昆萁就一定觉得傅昆萁现在其实很低调。他虽然是网络声量是第1名，就是说最近的网络这个声量是第1名，但是他其实他自己也知道事情大条，所以他开始低调。他就说：“我为乡、为土、为国、为民，我有错吗？”他说：“我现在好像变成是孩子们的公敌。你真的是公敌啊！就这个是之前人家讲的嘛。傅昆萁，我问你啦，小虎哥，你如果是小朋友的家长，你孩子回来给你拿这个东西，你根本动一掉。我如果是小朋友，我开学第1天就拿到这种作业本跟这种联络簿，我跟你讲，这不是公敌，什么是公敌？小朋友最在意的就是他的联络簿跟作业本。你知道书套，我们小朋友都要买书套，就是因为他弄得干干净净包起来，包这个啦。小朋友会俩公，然后我现在讲，他不只是得罪小朋友跟家长，他连这个民界的他也得罪了，这叫做花莲县长傅昆萁竞争，所以我跟你讲，他现在是天地人犯3戒，为什么？犯天，他之前去参加大甲镇澜宫，人讲无对年，台语说手伤、直系血亲过世未达1年，其实不宜参加大型的宗教活动。伊拿去大甲镇澜宫，他还扛教，这个就犯宗教大忌，犯天。那我刚刚讲。犯地，这就是属于地的部分，阴间的部分，你给他很没礼貌。我要烧给祖先的金纸，我要烧给神明的金纸，上面写你的名字，你比祖先，你比神明大吗？犯地。然后我刚刚讲犯人，小朋友的这个联络簿，犯人。所以当天地人3股力量合流，再加上地方这些派系通通出来的时候，所以我赌嘛，他如果没有被罢免，我真的可以剃光头给大家看。我要烧给祖先的金纸，我要烧给神明的金纸，上面写你的名字，你比祖先，你比神明大吗？犯地。然后我刚刚讲犯人，小朋友的这个联络簿，犯人。所以当天地人3股力量合流，再加上地方这些派系通通出来的时候，所以我赌嘛，他如果没有被罢免，我真的可以剃光头给大家看。你已经进入玄学的领域。OK， 但元真，你们最大的问题会不会就出现在刚讲那个？你们怎么催出？你们怎么催出你们的所谓的反罢票，或是那个感动的那个力量？你知道吗？这次过程，我觉得罢团成功的中间过程有一段是，因为那些民团那些确实会让很多人有一些感动。我每次都问说，那国民党如果要反罢，你们一定要有一些诉求。对啊，你们怎么去催出那些人愿意出来，然后愿意，尤其要感动到出来，愿意听你们？就第一个，我觉得个别立委啦，还是要努力的。像我们我现在在地方都还蛮勤跑的嘛，然后遇到人家就要请他们投不同意票，这是第一件事情。那当然，党的那边要有一个大的氛围嘛。那426那个时候是战独裁啦，不民主啦，那就是说是反绿共、战独裁。后来绿共别的国家不喜欢，对，所以尽量不要讲绿共。因为我们不要共产党的统治嘛，我们也不希望民进党变成共产党，所以我们当然就是要反他们啊，都是用这个来号召啦。对，那可能目前还没有接到指示说要改啦，所以应该就是会继续这个下去。对，那花莲的部分啊，花莲的罢团最近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是8九在花莲在推罢免嘛，他今天忽然对于那个罢团开炮，他骂谁呢？骂那个昨天就已经开炮了，昨天开炮发言人，因为我比较没在follow他，今天才看到，对，他那个居然对他们的发言人导 BU 先生开炮，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花莲不是传出来有4000份联署书，对，不合格式嘛，然后后来害他们重联嘛，本来以为大家这个事情就没了，没想到原来是8炯说这个导 BU 先生害的啦，他。这个 W 先生说秦瑜上电视，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同台，我是没遇到过他了哈。说秦瑜上电视，
在跟印刷厂确定细节的时候没有搞清楚，就跟印刷厂说你就印吧，所以害得他们就要重新联署。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有趣的是说，奇怪啊，你们不是傅昆萁已经169%是不是？对，照道理来讲应该就没事了啊。事后才检讨，这个是人家我再补充一点，是还没有他少了4000份，他还可以冲到169%全国第一，所以再把他4000份补下去的话，你傅昆萁真的是天地人三愿呐。哦，所以他是为了要炫耀这个事情，所以才我认为是，所以他是要检讨，就很奇怪。然后还有他们那个花莲霸团内部人自己跳出来说，要不是有2个团体协助啊，可能那个傅昆萁也不会被。那个联署不会过，一个叫做反共护台志工联盟，这是不是曹金成那个？另外就是民进党出面协助了，好，不然罢傅昆萁的联署书可能就一度遇到危机。这个是8九讲的。还少一个张俊啊。对啊，张俊拿了好几箱，你都没有给人家赞周杰伦。张俊，所以张俊也没有，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他们会不会自己现在也出现一些问题？那当然了，我觉得大的方向达成了，出现问题不重要。大的方向，我认为比较大的问题出现在中选会啦，因为今天早上李进勇有被排到立法院备询。你知道他讲什么吗？因为今天早上有一个国民党立委徐宇珍把李进勇的一个陈年往事40年前说李进勇有没有伪造文书，那法院是判他无罪，但是有写出他有伪造文书的事实，因为他想要记功啦，所以有指示别人伪造文书，是无罪，但是他有做这件事。那结果那个徐宇珍质疑他，就没想到李进勇恼羞成怒啊，呛说。你这样质疑我，你也没有办法掩盖你们国民党组织犯罪事实啊！我听到我吓一跳，我天哪！你是中选会主委你是法官吗？中选会主委可以直接指控国民党组织犯罪哦！而且我去查了所有关于组织犯罪，谁有讲过这句话？没有任何官员说过这句话，也没有检调说过这句话。中选会司法的问题也是很奇怪。好，那你去骂那个问的人。好，我现在先骂李进勇。对，我在讲李进勇。所有的官员没有人讲过国民党组织犯罪，检调也没有讲过。结果最应该中立的中选会直接说国民党组织犯罪，那谁说过呢？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说过。天哪，你中选会现在已经跟民进党沆瀣一气了，我觉得这个好夸张。好，然后小哥，你知道他还有一件，今天早上还弄一个多夸张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立委问李进勇说：“好，那你现在查那伪造文书，那罢免黄建斌，台东黄建斌的联署书也有出现唐太宗啊，那这个到底有没有伪造文书？那这个我们都讨论过嘛，哈，结果李进勇居然讲说不一定伪造文书啊，搞不好有人就是姓唐名太宗啊！天哪，那一天那个联署书，那人家写的是李世民，好不好？”唐太宗、唐玄宗、李隆基、唐玄宗，然后李世民、唐太宗，结果你居然讲说，他搞不好是姓唐名太宗啊，可以乱讲话到这种地步一个不中立，然后又乱讲话的人要负责我们罢免。你讲这些有什么用？有用啊！就我讲就说，我讲的，然后发泄一下，不是啊，那你骂朱立伦有什么用？因为一开始，因为袁之间来节目的时间比较晚。那你还没到以前，任俊一开始骂过是不是？他一开始就讲英雄。任俊说他觉得中选会主委不该讲那些词。OK， 一开始有人讲过 ，OK， 那但也让你后面讲一下没关系这些。可是我不知道将军，袁志刚才那个讲的这些，或是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朱元他们一直不断的讲，包括司法破坏所有那些，讲白了，是不是要催出最起码吧基本的蓝营的票？因为到最后进入反罢，真的到第3阶段的时候，那就看大家各自动员嘛。不中立，然后又乱讲话的人要负责我们罢免。你讲这些有什么用？有用啊！就我讲就说，我讲的，然后发泄一下。不是啊，那你骂朱立伦有什么用？因为一开始，因为袁之间来节目的时间比较晚，那你还没到以前，任俊一开始已经骂过是不是？他一开始就讲英雄。任俊说他觉得中选会主委不该讲那些词。OK， 一开始有人讲过 ，OK， 但也让你后面讲一下没关系这些。可是我不知道将军，袁志刚才那个讲的这些。或是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朱元他们一直不断的讲，包括司法破坏所有那些，讲白了，是不是要催出最起码吧基本的蓝营的票？因为到最后进入反罢，真的到第3阶段的时候，那就看大家各自动员嘛。那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要催出他们基本的反罢的这样的一些票？可是这样的票足以能够让这些蓝委都安全过关吗？我讲罢免
跟选举完全不同。我讲了很多次了，因为选举是2个人的投票，我如果把另外一个人的仇恨值升高，那票就会到我身上来，这叫选举，跟罢免不一样。罢免票上只有你而已，一个人的武林，对，只有你而已啊。那么你会被联署过关，表示你的仇恨值够高。仇恨值够高是要投罢免你的人，一直升高。那你说你把领衔人或是把民进党的仇恨值升高，那请问那个上面有民进党跟领衔人的章可以盖吗？没有嘛。那我要出来盖不同意，你有这么大的动力，我要出来盖不同意吗？你被罢免关我什么事？没有错，我当时投票投给你是因为什么？因为我可能支持柯文哲，我可能支持侯友宜。那所以呢，国民党派了候选人出来，我就投你，那个叫做顺便投你。那可是这一次是我一定要你继续当立委，所以我要出来投不同意票，这种很难追。OK， 这种很难追。那天或许我家族出国，8月份，可能很多人出国啦，可能很多去度假啦。我为了你的投票，我还要回来帮你投完票，再出去度假。可是要罢免你的人不一样哦。因为我联署1、2阶段我都去写了，那个压力多大？尤其花莲，尤其是桃园这种地方，那种压力有多大？我1、2阶段都写了，我告诉你，我第3阶段非投不可，否则我前面扛这么大压力干什么？所以我说，国民党现在面临到一个状况，就是你要催出不同意的票，很辛苦。那如果你要用像小青啊，或者是罗志强这种方式，双方高升仇恨值，或者是压迫国民党台北市长或者桃园市长，你要来帮我辅选，会适得其反。因为大家觉得说，哎呀，这种人啊，自己人都咬，干脆让你罢免掉好了。而且呢，我不要去投罢免你，我只要不去投票就好。所以我才说国民党面临的这30区真的是贝多利分，会很辛苦。来，袁志最后30秒有什么呼吁？就是呼吁大家出来投不同意票。我跟你讲，我光是解释这些规则就要花很多时间。对啊，所以对你们来说，你想想看，就是那你们李梦姐一直不敢相信，但是她一直不相信。李梦姐就说：“哎呀，大家都懂这个规则，但是我们在地方跑，真的非常多人不知道。很多人都真的都以为说，我们不要去投就好了啊。这个投票是民进党搞出来的啊，他们联署弄的，我干嘛去参加？我参加不就是支持这个投票？所以很多人都真的以为不出来投票就是不同意。OK， 对，其实我们在渲染这个事情就花来，梁军最后30秒怎么呼吁？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氛围底下真的是所有的这些政治人物也是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不是你当选之后就真的由你玩4年啊，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在这个时候面临最重要的检验，所以呼吁所有的政治人物，真的包含叶元之叶委员在内，就是我们所有人在立法院或在议会里面，面对所有的议案、所有的预算的时候，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因为你为你自己的决定负责，这也代表了你对你选民的承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OK， 如果要是照今天媒体甚或连元之自己的估计的话，如果30席左右的蓝委要进入第3阶段的话，那国民党如果接下来所谓的罢绿委的部分，最后到底会是怎么样？那这一场到第3阶段的战争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新闻那边我们明天见，拜拜。